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就来开箱一个摄影灯，100瓦的摄影灯。这个是中国那边的厂商影邦灯业出的 S100补光灯。对，这个补光灯是双色温的，而且100瓦，而且只要300多公克的重量就可以100瓦。这个跟几年前真的是天方夜谭，但是现在中国那边真的蛮多这种灯的。那我去年其实有买一个智云的 X100，那智云的亮度跟重量真的跟这个都很像。我猜这个是中国智云那边的代工厂自己做一个牌子出来的。对，其实造型跟智云的 X100非常的像。对，这个是我去年买的智云 X100，质感、做工、亮度都非常棒。对，但是这个价钱问题，这样一套要1899，将近8、9千块台币。1899人民币8、9千块台币左右，但是它的亮度做工是非常棒的，对，所以我又想说这个来试试看，这个我代工厂做应该也不会太差，对，然后来开箱，说明书各个标称，这灯跟智云的 X100也是一样，有蓝牙，对，有智云没有的特效，对，所以它可以远端蓝牙控制。对，虽然智远是可以蓝牙控制，但是它没有特效。对，灯的本体我是买白色的，它有2个颜色，一个蓝色跟白色，我觉得白色蛮有质感的。对，有一个灯罩电线，来开箱来看。对，跟智云要有送一个聚光罩，对，一个聚光罩的裸光罩放在上面了。对，送100瓦天线。唯一差别就是它没有电池，你要自己买一个100瓦霹雳供电的。因为电池我有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对，我待会来跟智云对比一下，因为我其实还要买一个他们跟智云一样，智云在今年5、6月有在出一个 RGB 版本的。对，那他们后来也是有出一个 RGB 版本，所以我就在猜这家影邦应该就是智云的代工厂。对，因为造型、功能都很像，唯一差没有像智云那个电池，智云那个电池很贵，将近599。这个电池第一批出的时候蛮多问题，因为有坏掉，蛮多人反映。但后来我是买，它应该是第2批的电池，就还好。不过它这个电池可以供电30分钟，100瓦，是真的蛮厉害的。对，也是一个 PD 的电池，这个电池将近599还是699人民币，2、3千块人民币，是蛮贵的电池。对。好，我再来开第2个 RGB 版本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开箱影邦 S100 RGB 版本的灯。这个灯一样有 APP 的特效，也可以用蓝牙控制。我稍微问一下他们客服，这个灯跟双色温的版本亮度没有那么高，因为一个同样范围内要塞不一样的灯珠。RGB 多显色的版本只有50瓦功率，但是以这个大小来讲也是很强了。对，双色温可能大概只有80-90原本的功率左右。对，好，来开箱，一样这影邦的说明书拿出来，本体柔光罩，它好像有送一个 RGB 有送一个菲涅尔一样线材，我们来开箱。这本体 S100，它这边多彩色列印，质感还不错，这跟智云真的很像，只是差不一样颜色。对，柔光罩，这是他们出的菲涅尔透镜，据说可以增亮5到7倍。对，线材，后来装看，卡上去，柔光罩，对，质感真的非常不错，跟智云都很像。我们大概来3个来比较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。对，这是智云的 X100， 这是影邦的 S100 RGB 跟 S100。对，他们其实做工我觉得都蛮像的，就是影邦的没有这个快捷电池，你要另外接电池。对，我都有买他们的菲涅尔透镜，对，这个菲涅尔透镜真的有增亮的效果，对，但是体积会变比较大。对，这影邦出的价钱也不贵，大概50块人民币而已。这一台是1899，这个影邦 S100 双色温，我记得350人民币。不到1500上下吧，
对，这一台是将近400块人民币 ，S100RGB，1600、1700上下的台币。对，400块人民币，1600到1700台币之间。这一台是350、330，我忘了。对，1500台币左右。这是1899这一套，1899人民币，将近8、9千块台币，价钱比较高，但质感做工的确有比较好。但是这个将近1/5的价钱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错了。对，晚一点来测试，它一个亮度的做工质感，它这边1/4有3个，对比智云的好，智云的就只有2个，它上面跟旁边完全都没有。有时候要装灯的时候，多一个还是会比较好，因为有时候你要这样装，对，会真的比较方便。智云就只能固定方向。对，其实影邦这个我真的觉得做工蛮不错的。对，它其实还有一个淡蓝色版本，我比较喜欢100的。我们来看看重量。对啊，加聚光罩菲涅尔697，这边还有加这个 U 卡快拆 ，U 卡大概30克。所以减掉30克，697、660上下的。然后如果拆掉这个菲涅尔，只要400，对，400加电池就800多，再加聚光罩，菲涅尔就1136克，1.1公斤多。对，以一个100瓦的重量真的是非常轻。如果有之前在买灯的人，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对，之前100瓦的灯都非常重。对，好来看。这个 S100 这样是一样679，轻一点点。刚才是697，因为有加 U 卡。如果拆掉377，对啊，比智云轻一点。智云单机身是404，对，但是有这 U 卡，我拆掉 U 卡好了。来 U 卡快拆试看390、376，所以影邦还轻一点点。对，一样。加菲涅尔679跟双色温 S100是一样的，对，这稍微重一点，383 GB， 其实差没多少，376，对，389，对啊，其实都差不到10克了，其实都可以接受。唯一就是影邦的它没有快捷电池，所以你要自己再买一个100瓦 PD 电池。我自己买的是这个棒式的快捷电池，对，这在淘宝蛮多的厂商在卖的。给灯用的 PD 供电，你也可以其实用酷泰克的，我自己也用酷泰克的电池，可以做100瓦的供电这样子。这个插上去，我先装 U 卡好了，有 U 卡会比较，因为我这边已经有做 U 卡快拆了，U 卡快拆只要卡进去就好了，再加线，虽然没有这个1分钱1分货啦，没有像智云这个快拆电池方便，但是就可以自己再加电池，对，这样子也可以再加个 U 卡脚架，这样子，在外面外拍的时候，对，先拆下来，来看一下亮度如何。6500色温也是真的非常亮，亮到超级亮，哇，阳6500色温，我觉得几乎是差不多了，哈哈哈。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同行代工厂，对。真的是几乎是一样亮了。智云的6500K 我觉得有点偏暖一点，没有那么白，这样一比得出来。智云的稍微偏暖一点点，跟灯珠有一些不一样。对，好，我晚一点看找测光表来测一下亮度。我们来看 RGB 版本的，一样上 U 卡快拆，上电池 OK。对，来看一下这个 RGB 版本的亮度如何。6500K 100瓦，这个其实我一打开就知道它没有那么亮，对，毕竟是 RGB 版本的。大家来测一下，简单对比，对，其实这个一看就知道了，对，这个大概少了20%、10% 左右吧，对，这个 RGB 版本就没有像双色温那么亮，对，啊，反倒是他们2个色温很像，6500K 有点像。对，但是智云的还是偏黄一点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 RGB 的亮度，看一下，对，这个 RGB 它也是特效，不一样特效，直接用 APP 去用会比较好。对，因为它这边调色比较没有那么容易，就里面是调 RGB，
其实不好调，因为它萤幕有点小。对，来看一下，萤幕有点小，字也很小，用 APP 调会比较好。玩一下 APP， 它是一个叫 Vivo 的，有了采光，它用这个就可以调了。功能，它这个就可以调。它这 APP 没有很稳定，它就会跳 CCT、HLG， 对 ，APP 不知道为什么会跳来跳去，但是也是可以调啦。黄色、红色，对，都可以调。这个 APP 不是很稳定，对，我基本上颜色都可以调。再关掉重开看看，有了就不会跳了，还是会跳。不过颜色基本上可以调，跳一次跳一次，有点妙。这光照颜色比较明显，紫色、红色都可以，是基本上是可以调，但是有点不是很稳定。看它以后会再改版，特效也都可以用，但是以这个价钱跟做工，我是觉得可以接受啦。因为几乎1/5的价钱就可以买智云类似的功能。哦，不玩了，我们晚一点来找，先做一个简单介绍。对，晚一点看有没有机会来测亮度。现在来简单测试一下这个智云 X100 6500K 距离1公尺的时候的照度，然后来跟那个影邦的 S100 来对比。这个是智云的。在距离1公尺的时候，大概是24、23、2400跟2300 lux 在那边跳动，最高2700，因为有时候入射角度的不同。对，这是1公尺的距离，直接用照度计测，然后也有29、30，大概都23、22上下。对，好，那我来换影邦的 S100。双色温一样，距离1公尺，然后6500K， 这是影邦 S100 双色温。其实两个差不多23、22，高的话29、21，所以基本上这两个亮度我自己看也是差不多。对，两个最高亮度100%、6500K， 距离1公尺，大概至少都有2200到2300 lux， 所以两个基本上亮度差不多，但价钱差了1/5。好，来换那个 RGB 版本的影邦 S100 RGB 就没那么亮了。我之前大概稍微测试一下，因为它多了 RGB 的灯珠，所以就不会那么亮，少大概10%到20%吧。换 RGB 版本6500K 100%， 1公尺20、21少一点点，18、16、17，有时候入射角度的不同会影响它的照度。对，想要变20油，想要变13、14、16、18、20.19、19，对，所以就比较亮，没有那么亮啊。19、20上下跳动，这是 RGB 版本的，有到21，对，所以我自己看肉眼看，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亮啊。对，但是其实也是都很亮丽的。对，大概就是智云跟影邦 S100 95到90% 的亮度，对。好，一个简单的测试给大家参考，谢谢。